用来招待客户的茅台被我哥从公司里拿走。我打电话想问问具体情况，却被问候了全家。没母的东西，你凭什么不让我男友送我爸酒？事后，我哥倒是劝了一句：姜卫，钱乃身外之物，你不要这么斤斤计较。后来，他女朋友大摇大摆地走进我家，要求我爸妈把我赶出去。我妈，你没事吧？笑死！他还不知道我家能成为梁城第一，全是我的功劳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哥是京圈佛子，从小抱着个佛珠，嚷嚷着要皈依。就连我家面临破产危机的时候，他都只是冷眼旁观，说钱不过是身外之物。后来我力挽狂澜，让姜家在梁城立于不败之地，父母也将公司全权交给我打理。这天，我正准备带着茅台去招待一个大客户，10几个亿的大单子。我带着公司的人前后准备了将近3个月，现在茅台找不见了，姜总查了监控，是琛少偷偷拿走了。秘书将监控录像播放给我看，画面里我哥从安全通道偷摸上来，趁我们开会拿走了酒，偷感十足。认识他真是一件丢脸的事。客户还有10分钟到达，我让秘书去准备备用计划，我则是给我哥打去了一个电话。对面秒接：姜琛，你拿走我的酒是想干嘛？想象中声音并没有响起，一道尖利的女声差点把我震聋。什么你的酒？你要不要点脸啊？那明明是我男友的，我男友拿酒孝敬我爸，碍着你了吗？臭傻逼，不要脸的东西，你麻死了吗？想通过这种方式勾引我男友，太吵了。我挂断了电话，揉了揉耳朵，不想再听对面的女生问候我全家。从对方的话来看，我哥大抵是谈恋爱了，还把我用来招待客户的酒拿去孝敬岳父。我刚准备把我哥的号码拉黑，对方又打来了电话，我迟疑了1秒，还是接起了电话。姜卫，刚刚的话你别在意，是婷婷不懂事，态度还算诚恳，但她说的也没错，钱是身外之物，这酒再名贵也不上我和婷婷的这一份。好了，我就不该对她抱有期望，这就送他们2人上路。我将我哥所有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删除一条龙。干完这些后，我收起手机，去招待了一下客户。等我出来，已经是2小时后了。好在客户的合作意向很足，即使没有好酒，也给足了我面子，不然耽误我生意，我一定会让我哥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再次打开手机，我发现我的微信图标直接显示99加，点开一看，有个叫江南烟雨的申请加我好友，验证消息是：臭彪子敢挂我电话，你装尼玛呢？傻逼！下面还有一堆叫什么泽川的，齐刷刷的一堆，敢动他踢铁板，吃不了兜着走，真是活久见。3字经团伙竟在我身边，我气笑了，同意了那一排好友验证。对方见我同意后，立马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。老巫婆没人爱，欺负她你完蛋。整个群聊都被这句话霸屏。我看了一眼群里，加上我一共就7个人，给我整出上百人的气势来。3字经名不虚传，网络男神百玩架势，江南烟雨出场了，上来救了巨大的。我明白了，你特么是不是肖想你哥呀？死贱人！照照镜子，就你长那丑逼样，还想勾引你哥？去你妈一边去吧！等你哥继承了家产，我一定把你嫁给老头。本来只是想看看乐子，但他这么说，我可得发表2句。此言差矣，侮辱我哥可以，侮辱我不行。你背着我哥拥有这么多男神，怎么将来你们几个一起嫁给我哥呀？
江南烟雨还在发消息骂我，我不太想搭理了，截了个图，退出群聊，顺便删除拉黑。我将截图发在了大群里，让亲戚也顺便欣赏一下我哥的小女友。我生的水灵，也十分聪慧，亲戚们本就喜欢我，更别提我哥硬要做。有了对比，亲戚们就更喜欢我了。截图一发，亲戚们立马回复道：大姑，这人怎么这样？这是谁了？爸爸敢骂我女儿，我饶不了他。看着众人的关心，我不由得心里一暖，正准备回复，我哥就先出声了：这是我女友，但是个误会。他人比较活泼直率，说话也比较直接，各位多多担待。群里安静了2秒，我哥被移出了群聊。二姨，刚刚那是个什么东西？吓我一跳。妈妈，鲶鱼成精了，不用管。看着众人的发言，我轻笑一声，在群里回复道：这件事我来处理就好。亲戚们纷纷点赞支持。我将我哥的电话号码从黑名单里拉了出来，刚恢复，他便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江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女孩子有点小脾气很正常，你就不能让她吗？让你们上路吗？我波澜不惊，虽然有些失望，但早就习惯了。江妹，快把截图删了，你这样以后爸妈该怎么看婷婷？婷婷有抑郁症，刚刚都想自残了，我好不容易才拦住。你的婷婷是小学生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江薇，我喝了口茶水，慢条斯理道：看不出来。江琛，原来你喜欢三字经啊，口味挺独特的。截图我不会删。对了，你要是想带着你的婷婷进江家，你们2个就一起给我滚。江薇，江家还轮不到你来做主，我不做主，让你的婷婷女神经做主吗？没管我哥的气急败坏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去睡午觉。下午还有场生意要谈，可不能因为这种人误事。谈完合作后，人事部经理和我说，一会儿有实习生面试。最近公司里新招的实习生质量差了很多，我打算去考察一下这批。我换了身衣服，装成新人混进了面试者队伍。别人都在认真准备，只有站在我面前的2个女生在闲聊。哎，婷婷，你男友说能把咱们弄进公司，是不是真的呀？那当然了，我男友可是江家长子，以后江家的财产都是他的。早就看不惯这种面试官了，到时候你进去随便说，我让我男友直接给你弄个经理职位，吓死这些资本家。很好，原来是熟人，还计划着进江氏为非作歹，不可饶恕。之前江氏差点破产，就是因为公司里出现了蛀虫。我接手江氏后，特意强调过，谁敢以公谋私，不留情面，立马开除。江琛是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里，2人似乎是说累了。婷婷环视了一圈，最后将视线放在了我身上。喂，你去给我们买2杯咖啡，要星巴克，不加糖。见我愣了一下，他勾唇一笑，凑近我道：看你的样子，估计也没好好准备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未来董事长夫人，你现在讨好我，我可以让我男友给你安排个好位置。婷婷拍了拍我的肩，扬了扬下巴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去吧，2杯星巴克。我强忍着笑意，缓缓开口道：可是星巴克是店名啊。婷婷的笑容一僵，旋即双手环胸，面露不悦：让你买就去买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看见我身上的旗袍和我手上的佛珠了吗？每个都价值1000万，我男友送的，这是江氏少奶奶的标志。Lobby，你一定没见过吧？赶快去给我买，买回来赏你个黄金耳环。很豪横的话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大清又辉煌了呢。他的小姐妹还在一旁吹捧道：姐妹好厉害，江总那个妹妹根本比不上你，别提那个贱人。说起来我就来气，
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等我男友继承家产，我一定把她嫁给老头，狠狠羞辱她。就是啊，没见过这种人，真是恶心。天天在空间发自拍，想勾引自己哥哥。人家江总日理万机，根本不稀得搭理这种骚货。还是你厉害，几句话就把江总拿下了。小姐妹将婷婷捧上了天，婷婷一副得意的样子，嘴角的弧度快与太阳穴持平，看着也不像是个有抑郁症的，倒像是超雄。我默默与她拉开了一点距离，害怕她等会儿冲过来咬我一口。咱们做女生的本来就不如男生，以后安分在家带孩子就好。那个姜薇天天抛头露面的，估计不知道跟多少人睡了，恶心死了。确诊了，不是超雄，是脑残。我刚准备上前说些什么，突然有人喊道：“25号，该你了。”婷婷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号码，随后撩了下头发，扭着屁股走进了面试房间。见婷婷进去，她那个小姐妹瞥了我一眼，故意撞了我一下。某些人真是不知好歹。我们婷婷以后可是董事长夫人，知道江总多喜欢婷婷吗？每天掐腰宠，上千万的茅台说送就说，一点都不带眨眼的。他不提这个还好，一提我就更来气了。我辛辛苦苦打点关系，用了各种人脉，好不容易才买回来的茅台，江琛一声不吭就送婷婷那了，真是有霸总风范。掐腰宠呢？可是听说江家真正掌权的不是江总的妹妹吗？我低着头，装作怯弱地说道。小姐妹切了一声，满脸不屑：“拜托。”她一个女生，还妄图和江总抢家产，这不是在痴人说梦？看着小姐妹讥讽的神情，我其实有些疑惑，明明都是女生，她们为何会说出这种话来？还没等我仔细思考，我便听见面试房间里传出了砸东西的声音，想都不用想，肯定是江总的小娇妻又闹事了。我赶忙跑了过去，推开门就见到婷婷指着一个面试官骂个不停：“老贱货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江总的女朋友，将来这整个公司都是我的。臭不要脸的，是不是看我比你年轻漂亮，嫉妒我，故意刁难我？”面试房间里一片狼藉，办公桌上的东西都被扔到了地上，包括我在桌子上放置的古董花瓶。很好，惹到我了，你就等着完蛋吧。江总的女朋友。面试官见我进来，朝我投来一个疑惑的眼神，似乎在说我什么时候变了口味。我无奈扶额，朝他摇了摇头。他立马反应过来，婷婷口中的江总不是我。李女士，我并没有刁难你，不管今天来面试的是什么人，我都一视同仁。刘面试官是公司里的老人了，跟了我很多年，可以说是公司里最刚正不阿的人了。包庇和刁难在他这里都不会出现。没刁难我，你问的那些问题我都不会，这还不算刁难好吗？原来是自己不会，然后破防了，这哪里像是得了抑郁症？这就是纯弱智吧。老东西，你特么等我管理公司的，我一定先把你开除。是不是存心看不惯老子，想勾引老子男友？贱人，你们这群女的就是贱！婷婷嘶吼着扬起手给了刘面试官一巴掌，动作太快，我根本没拦住。刘面试官比我年长许多，以前我遇见困难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，他都会帮忙出谋划策，多亏了他，我才能有今天。看着摔倒在地的刘面试官，我顿时怒上心头，走过去揪住婷婷的头发，将她按在地上，给了她几巴掌。婷婷精致的妆容被我扇得毁了大半，假睫毛都掉了一只，可我还是觉得不解恨。本打算再来几下，却被一个人突然抓住了手腕，扯得我踉跄了几步。够了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敢欺负我女朋友。
见江琛过来，婷婷立马扑到他怀里，眼里的狠毒瞬间切换成了委屈。宝宝，这群人欺负我，尤其是他。我好害怕，我感觉我的赤花症快犯了，我又要吐出花朵了。婷婷捂着胸口，装出一副呼吸困难的样子，实则在江琛看不见的地方朝我投来一个挑衅的眼神。江琛见婷婷这样，赶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瓶子，倒出一枚像是药丸的东西，喂到了婷婷嘴里。宝宝乖，吃颗糖丸，病痛飞走。好恶心的两个人！我站稳身形后，先去把刘面试官扶了起来，然后对着江琛说道：“你女朋友是我欺负的，怎么来咬我呀？”江琛正在气头上，听见我这句话，立马抬头吼道：“哪个部门的？回头我让江薇开除！”话还没说完，他就愣住了。我勾唇一笑，朝着他摆了摆手：“嗨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就叫江薇呀？”江琛还没开口，他的宝贝女友就率先出声道：“原来你就是江薇，我就说怎么看着一副贱样，尼玛被人弄了才生下你这么个东西吧？看见我男朋友就走不动道，狗都没你贱，将来这整个江家都是我男朋友的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里大呼小叫？现在跪下来给我把鞋舔干净，我以后还可以给你找个好人家。要不是江琛在这个婷婷估计就得摇一帮社会人来堵我了。”我朝江琛挑了一下眉毛：“听听你这好女友说的话。”江琛一脸冷漠地看着我：“那又怎样？”婷婷虽然激动了些，但是话糙理不糙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咱妈亲生的？我和你长得又不像，还有你一个女的，将来本来就是要嫁人的。虽然我不是很在意这些身外之物，但你既然帮我培养好了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地收下吧。看着这个份上，我可以帮你找个好联姻对象。江琛一手插兜，尽显霸总风范。旁边的婷婷眼里直冒星星。哦，对了，我打算把这个公司给婷婷，你打印一份股份转让合同，一会让婷婷签字。宝宝，你讨厌，搞得人家好害羞。婷婷站在一旁，一副小女儿家娇羞的神情。江琛和婷婷调了会情，转头发现我还站在原地没有动，不耐烦道：“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去！”我活动了一下手腕，扬起了一个笑容：“真是不好意思，刚刚只顾着抽他，忘记抽你了。”我抓住江琛的胳膊，像是打牛那样给了他几巴掌。婷婷想扑上来把我撕开，被我一脚踹了回去。现场顿时混乱不堪，而我依旧优雅。收拾完这两人后，我拍了拍手，找了把椅子坐下。你们两个哪来的胆子，敢和我这么说话？江琛，原本只要你安分一点，就可以过衣食无忧的少爷生活。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你就带着你的婷婷上街乞讨吧。刘姨，这个婷婷公司永不录用。顺便在业内通缉一下。好的，江总，你算什么江总？真正的江总是我们家江琛才对。婷婷扯着嗓子叫嚷道：“整个江氏的人都只认江薇这一个江总。”刘面试官平静地说道。听见他的话，妆容已经完全花掉的婷婷像是个恶鬼一般，朝我冲了过来，又被我一脚踹了回去。她捂着胸口，缩在江琛怀里埋怨道：“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以前上学的时候被别人霸凌，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依靠，又被你妹妹霸凌，我就知道我不应该活在这个世上。再见了，江琛，我放下了，我要变成蝴蝶飞走了。”说完，婷婷闭上眼睛，脑袋一歪，像是昏了过去。江琛顿时着急了，抱着婷婷吼道：“你不要离开我，婷婷，我这就带着你去找医生。”江琛抱起了婷婷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：“江薇，你伤害了婷婷，总有一天
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。这整个良程，敢让我付出代价的，只有我自己。江琛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眼神一冷，对了回去，不给他点颜色瞧瞧，真准备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啊？哦，对了，茅台1000万，古董花瓶500万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给我把钱补上，不然你和你的婷婷就进监狱里面玩去吧。你，江琛本想和我争辩，但看了眼怀里的婷婷，最终冷哼了一声，走出了面试房间。我看着这一片狼藉的面试房间，有些无奈。我这个哥哥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简直无药可救。刘面试官看出了我的忧愁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安慰道：微微，公司所有人都支持你。我朝他笑了一下，走到门外，扫了一圈正在看热闹的面试者们，最终将视线放在了婷婷的小姐妹身上。大家好，你们都是优秀的人才，创维集团十分欢迎你们的加入。但是有一点，创维集团禁止任何形式的以公谋私，违者开除，业内通缉。面试者们都乖乖地点了点头，只有婷婷的小姐妹眼含愤怒，转身离开了。下班后，我将今天发生的所有事都告诉了爸妈，爸妈气得直说要和他断绝关系。我让他们按兵不动，好戏还没看完呢，提前退场可就便宜他们了。晚上，我正在敷面膜，手机显示收到一条好友申请，我点开一看，不是江南烟雨，是江琛的小号。我同意了申请，想看看他准备说些什么。微微，哥哥替婷婷给你道歉，之前的事你别放在心上，可以让爸妈把我加回来吗？对了，婷婷说想去看望一下爸妈，顺便和你道歉，你多会有时间啊？江琛给我发来了一连串消息，态度十分诚恳，要不是我了解他，肯定就要信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回复说好啊，明天下午就可以。我倒要看看这两人又在打什么坏主意。2天，我早早做完公司的事务，回到家里，和爸妈一起等着两人上门。没一会，门铃就响了。我打开门，迎面一碗臭豆腐，差点没把我熏死。婷婷还端着臭豆腐往我跟前凑。微微妹妹，像你们这种有钱人，肯定没吃过这些美味小吃吧？我特意买了一碗臭豆腐，想给你尝尝，想给我尝尝。她手里拿碗臭豆腐都快扣我头上了，我一把甩开婷婷的手，她顺势倒在了地上，呜咽起来。抱歉，微微妹妹，我不知道你不喜欢吃，我只是想把我喜欢的分享给你。听见她的话，我将掉在地上的臭豆腐一脚踢到她面前。你不是喜欢，那你自己吃吧。够了，江薇，婷婷好心想和你道歉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江琛说着就准备给我一巴掌，被我妈拦住了。江琛，要不是微微拦住，我和你爸早和你断绝关系了。今天你感动微微一下，我要你们两个好看。听见我妈关心的话，我不由得心里一暖。爸妈对我的爱一直都是明媚而热烈的。江琛叹了口气，没有反驳，只是默默地将婷婷扶了起来。好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坐下来好好谈谈。门外突然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，我循声望去，是一个生面孔。婷婷跑到男人面前，挽住了男人的手臂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丫头，这可是亲家，我能不来看看？男人朝我走了过来，眼神下流又猥琐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总吧？幸会幸会。我不动声色地避开了男人伸过来的手，做了个请的手势。站了这么久也累了，坐下说话。众人坐下后，保姆钱妈将地板收拾干净，又端了下午茶过来。婷婷看着桌上的茶水，眼里露出嫌弃的神色。江叔叔，江阿姨，现在年轻人都喝咖啡，早就不流行茶了。对了，
我这次还带了脑白金和速溶咖啡，你们平时可以喝点。婷婷笑着将东西摆到了桌面上，还拆开了包装，准备去冲一杯。我扶额无奈道：“这是都匀毛尖，60多万一斤。什么尖？这么贵？”这回婷婷还没说话，她爸就先站起来了。但在看到众人的视线集中到他身上时，他又挠了挠头坐下了。亲家，既然你们家这么有钱，那到时候结婚的彩礼可不能少吧？我们家婷婷争气，保准3年抱俩。我妈刚要发火，被我拦住了。我喝了口茶，淡淡道：“你们准备要多少？反正你们江家以后的家产也是小琛的。小薇一个女孩子，总要嫁人的嘛，把江家1半的家产作为嫁妆吧。我还有个儿子，随便给他的董事长职位就行。说起来，我儿子年纪和小薇差不多，挺上进的孩子。要不亲家，你把小薇嫁到我们家，这样也算亲上加亲，省得小薇以后受欺负。我早在之前就调查过婷婷她家，她弟弟职高都没读完，现在在家啃老，确实挺上进的，越啃越厉害，可不算上进吗？对了，爸妈，我也有件事想和你们说，我准备继承家产了。虽然这些东西太过庸俗，但为了婷婷，我还是可以勉为其难的接受。我哥满不在乎道，像是听见了什么笑话。我侧头和爸妈对视了一眼，没忍住笑出了声。你笑什么，江薇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在婷婷他们老家，女人都不该上桌吃饭。我妈拍案而起，你的意思是，我也不该在这里喽？我当年是造了什么孽，生了你这么个混账东西出来？我哥闷闷道，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因为我吵架了。既然这里容不下我，那我走就是了。虽然我治病需要钱，弟弟的生活也需要钱，但是我不是一个物质的人。我来这里只是想证明我对阿琛的爱。说完，婷婷朝着门口跑去，还没碰到门把手，就被江琛搂在了怀里。够了，婷婷，我知道你对我的爱，我不许你这么作践自己的身体。爸妈，你们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婷婷伤害自己吗？婷婷他爸也走了过去，将两人护在了身后。是啊，亲家，我们家是穷，但也是有尊严的。好啊，既然你们这么有尊严，那我尊重你们。我放下茶杯，站了起来。管家，送客。以后这3个人与垃圾不得进入江家。江琛走到我面前，拿起桌子上的茶杯，摔在了地上。江薇，我是你哥，婷婷，你是未来嫂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甘示弱，让管家打了张欠条递给江琛。现在是1520万了，记得还。还有，你可以不是我哥，断绝亲子关系的协议，我会让助理发到你邮箱里的。江琛，看在血缘关系的份上，我给你们一点面子，你别真把自己当成个东西。王叔，送客。见我态度如此坚决，婷婷和他爸也不装了。臭彪子，贱不贱啊？谁知道你的总裁位置是不是睡来的？我特么还不稀罕你的臭钱呢！死丫头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婷婷都和我说了，你个骚货，是不是在等老子找人罢了你？一连串不堪入耳的话从两人嘴里吐了出来。我爸妈出身名门，从未听过这种低俗的话，差点气晕过去。就连江琛听完他们俩的话也沉默了，只一个劲地催促着他们离开。见江琛马上要关上门，我喊了他一句，江琛，你后悔吗？他愣了一下，冷笑道，不后悔，我相信我的坚持一定是对的。江琛很果断签了断绝亲子关系的协议，不过他不签也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手段。我给了他20万作为最后的仁慈，好自为之吧。江琛，江薇，我一定会让你们知道，我的追求才是对的，
我没把江琛的话放在心上，因为实在是太忙了。江家要扩展全国和海外市场，我在忙着到处谈生意。在见到江琛是好几个月后，我和一个老板谈生意，意外发现老板的司机竟然是江琛。见到我，江琛还是保持着他的傲骨。怎么，江卫，你是来劝我回去的吗？你要是求我，我倒。你想多了，我只是单纯来谈生意。开车吧。路上，江琛欲言又止地看着我，我被这眼神盯得心烦，出声问道：“你想说什么？赶紧说。”江卫，能借我100万吗？我丝毫不留情面，不借，你没能力还，你还不如让我直接送你。江卫，婷婷的病需要钱，还有她弟弟最近也要结婚了，我会想办法还你的。哟，没想到这个婷婷还是个伏地魔。你等等哈，我给助理发去了一段消息，对面立马发给我一个定位。江琛，我带你看点好玩的东西，往盛南饭店开。江琛虽然疑惑，但还是乖乖照做了。到了盛南饭店，我带着江琛进了个包厢，一会保持安静，仔细听。我和江琛吃了点东西，等了一会，旁边响起了一道女声，正是婷婷的声音。哎呀，好哥哥，还是你靠谱。江琛那个废物都被江家赶出去了，要他有什么用？不过他还真是个好舔狗。我说自己要治病，他还真信，把钱都给我了，我连个病历都没有。要不让他装病回江家，江家总不能真不管他吧？婷婷说完后，屋里又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：不止，让他把这次江氏的竞标文件也要出来。江氏还真是没落了，现在轮到一个女人来当家了。是啊，像江薇那种抛头露面、自视清高的女人，我最看不惯了。私下里不知道和多人睡。婷婷的话戛然而止，屋里的说话声变成了黏腻的水声。我看了一眼江琛，他的眼里满是怒火，似乎准备冲过去撕了他们两个。我朝他比了个虚的手势，强拉着他离开了。出来饭店，我转头问江琛：“你现在后悔吗？”江琛的眼里闪过一丝迷茫，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灵魂。我那么信任他，没想到到头来他是骗我最深的。江卫，你说的对，是我错了，知道错了就好。江琛抬起头，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可以回？不可能，这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了。江家你就别想着回了。不过，我可以帮你处理掉婷婷。敢打江氏的主意，简直就是在找死。江琛带我去了他住的出租屋里，出租屋很小，比江家的厕所还要小很多。他说20万，他只留了一点，其他的都给了婷婷。没事，江琛，你不是一直不在乎物质吗？这不是合你心意了。我看着江琛，嗤笑道：“这怎么能一样？”江琛反驳：“对呀，怎么能一样？你自视清高，是因为你衣食无忧。当你失去一切，你才发现，你所谓的清高，在生活面前不堪一击。”江琛不说话了。我进了里屋，静静地等待着婷婷的到来。晚上，婷婷带着一身酒气回来，开口便问：“今天的钱呢？”老板今天把我开除了。巴掌声响起，婷婷破口大骂道：“废物！开除了你，你不会去工地搬砖吗？算了，你就是个废物。你给我装病回江家要钱，还有江氏这次的竞标文件，有个老板答应我，你要是能把江氏这次的竞标拿到手，就给我送我大牌包包。宝宝，我的旧包都背腻了，你那么爱我，一定会拿到的，对吧？”我听见江琛苦笑了一声，应了句好。婷婷离开了，下面还有豪车接她。我看着江琛失魂落魄的模样，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了他。他有些惊讶地看着我：“江氏的旧方案，他们不是想要江氏的竞标文件吗？给他们就是了。”之后几天，
我一直在准备这次的竞标。竞标前一天，公关部门突然发现网上有人造谣江氏买了很多水军，即使他们第一时间压了下去，但还是有不少人开始跟风，可能会影响这次的竞标。不用管，让消息传吧，传的范围越大，到时候作恶的人受到的反噬越多。竞标会当天，我刚一进门便遇见了竞争对手何氏，也就是婷婷的优惠对象。我上下打量了男人一眼，心里暗暗感叹道：也不知道婷婷是怎么下得去手的。男人凑近我，用油腻的声音说道：江总，这次的竞标恐怕你不占优势了。我很配合，装作震惊道：难道在网上发帖子的人是你？他笑了几声。不仅如此，江氏的竞标文件也落进了我的手里哦。江总，女人就该在家带孩子，你说说你来职场和男人抢什么威风？不如跟了我，想必就算是你这种女人，也希望被人征服吧。说着，他伸出手想来拉我，我强忍着恶心，后退了几步。不必了，我们竞标场上见。竞标会开始，何氏果然用的江氏的旧方案。这个方案看似没问题，却有着一个致命的缺点。等我上台发表完我的方案，我看着何总震惊的表情，笑着说道：对于何氏的方案，我有一点想说的。何氏所用的原材料对人体是有害的，长期使用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。还有，何总在公司里只是挂名，真正掌权是他的夫人徐女士。我的话刚说完，一个女生就带着保镖闯了进来。现在是前期了，这次的竞标何时退出？各位容我处理一点家事。何总被保镖强拉着离开了。这次的项目无疑落到了江氏的头上。徐女士在网上发布了何总出轨以及强迫女职员的证据，江氏也找到了证据，自证清白。网络上的风向开始逆转，原以为这辈子不会和婷婷见面了，没想到就在我去看徐女士和何总的官司时，见到了她。徐女士和何总离了婚，何总净身出户，还面临着牢狱之灾。法院门前，婷婷拉着何总的袖子质问他：你答应给我的钱呢？你和江琛一样没用，都是废物。何总被他逼急了，直接把他甩到了地上，他的脸撞到了台阶，划了很深一道口子。我看了看站在一旁的江琛，你要过去吗？江琛摇了摇头，但婷婷显然发现了我们，她不顾脸上的伤，朝我们冲了过来。阿琛，你回江家了是不是？你不是答应过会娶我的吗？我的脸好痛啊！阿琛，我没有回江家，这辈子都回不去了。江琛的神色忧伤，看着落魄又可怜。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一切不都是他自己的选择？我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，递给了婷婷。徐女士可从来没和何总躺过同一张床，建议你去看看吧，毕竟你还年轻，不是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把话说清楚。江薇，我没再理会婷婷的话，而是转身坐上了车。公司还有事务等着我去处理。江氏的国内和海外市场扩展得十分迅速，未来的江氏会在商界闪耀，未来的我也会。我被高山围绕，山水自为我祈祷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